你不是有婚约了吗？你该不会是想让我给你做妾吧？我会对你很好，将来你的儿女，我也会一样疼爱他们。徐燕，你给我听好了，我这辈子也不会给人做妾的，我没有和别的女人共同用一个男人的习惯。说着，陆清很是不屑地扫了一眼薛燕的腰下，哼了一声便转过头去。你薛燕突然笑了，这个说法和某人还真是相当的像啊。不过他真的对自己向前凑了凑，薛燕啃上了陆清的手指，陆清一个机灵就想打人，可两只手都被他抓住了，一上一下，四目相对，看着近在毫厘的俊脸，陆清本能的想要往后仰，却发现下面的人薄唇轻启，喉结滚动。陆清陡然有种强烈的危机感，急忙别开脸，果然耳后出现一个柔软湿润的触感，这货亲他了。陆清已经无法理解这人的思路了，明明是要把他送给自己兄弟做老婆，现在是干什么？监守自盗吗？薛燕，你不要脸！见陆清反抗的厉害，薛燕放开了他。你跟杨进有什么区别？我以为你对我……你以为错了。陆清丝毫不让，本以为和这人还能做个朋友，没想到，哼！在我离开玉门关之前，你只要想通了，都可以来找我。第二天，风沙息了，一行人继续上路。陆清躲避着薛燕，同时也听到了队伍中的闲言闲语，大多是说薛君侯居然有龙阳之癖，昨夜有人看见他与那个韩姓少年欢好。这话不仅仅在队伍里传播，还被斥候提前传进了玉门关。半下午时就到了他们的终点。玉门关和陆清想象中的不同，不再是荒漠戈壁，黄沙漫天。虽然天冷，可这附近依然有大量青黄的草坡，清澈的大湖，绿洲啊！郁闷的心情一扫而空，在这个地方生活或许还不错。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高大、一身明光铠的年轻男子。看薛燕的笑容，陆清确定这人应该就是玉门都尉。妖孽，这是一个完美的妖孽。看上我兄弟了？你说的对，比你好看多了。长得再好有什么用啊？你这丫头以貌取人，却又不往心里去，不伤人心啊。说着，薛燕还真做了一副伤心模样。陆清嘲讽的一笑，这货会伤心才怪，昨夜恐怕又是来试探他的吧，无耻狡诈之极。看来那就是我的小夫人了。眼神真好，不过现在都是谣传。只是谣传就好，不过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他不错，你若不要，我就带他回河东。薛燕说罢，就感觉玉明川的气息突然变了。张茂送我如此大礼，我怎能不要？在京城我就给你去信，这小丫头不错，跟张茂有什么关系啊？薛燕，这事你最好别掺和了。玉明川嘴角微勾，看向走过来的陆清，眸光变幻莫测。如果你一定要留下他，今后就要好好对他。玉明川冷冷地扫了薛燕一眼，却没说什么，再次看向那个已经成为自己妻子的小丫头。明川兄，这是我兄弟韩伯，这个小的叫韩硕，今后就拜托你了。时那些看八卦的士兵眼神都微妙了起来。听说玉门都尉和薛君侯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居然已经好到共用一个小兄弟的程度了吗？玉明川还是那副勾着嘴角似笑不笑的模样，盯得陆清心里有些慌。不知为什么，他有种被食人妖怪盯上的感觉，本能的就想离这个人远点，哪怕他那模样简直能勾死人，他觉得真的会死。好，你的这个小兄弟我一定会好好照看的。果然，那笑容变大了，虽然魅惑的不像话，可陆清就是无端端的觉得有些嗜血。拜见玉门都尉，小女子有礼了。陆清正打算行个礼，突然一个捏着嗓子的娇媚声音在身后出现，陆清听得浑身都抖了一下。
王强的目标果然是玉门都尉，陆清迅速拉着韩硕闪到一边去，好给王强一个和玉明川面对面的机会。不过陆清没想到的是，玉明川居然也跟着闪了一下身子，站到他身后。娘，这个人是我的亲爹吗？好像不太靠谱啊，居然还躲你身后。方继明，将这些寡妇带到河仓城，交给龙都尉安置，任何人都不许碰他们。既然是薛兄弟的兄弟，自然要好好照顾。今后韩柏就是我的亲兵了，在都尉府当值。都尉不喜女子靠近，快走！王强想喊陆清也是个女子呀，可那枪尖就在眼前，他们又被下过禁令，不得说出有关陆清的半个字儿，否则死路一条。于是这句话生生的没敢说出来。告诉张将军，他的礼物我收下了，多谢。说罢，玉明川转身便抓了陆清的一条袖子，扯着走向黄土夯成的堡垒，步子很大，陆清要小跑才能跟上，而韩硕则完全是迈开腿跟着跑了。这玉都尉的架子也太大了吧，就这样把我们都晾在这儿，连顿饭也不管。一道声音传来，玉明川脚步微顿，却没有停下来。陆清瞥到那张妖孽脸上的笑容更冷了。怕是急不可耐了吧？啊，罢了，咱们呀去敦煌休整。明川兄，如此对待凉州兵士，会不会不太好？没什么不好，一会儿设宴给你接风洗尘。玉明川脚步慢了下来，还冲薛燕笑了笑，只是抓住陆清衣袖的手却完全没有松开的迹象，这似乎是一个信号。玉明川脚步慢下来之后，所有人都松懈了下来，再也不复方才的冰冷，一个个晃晃悠悠地走向墙根或者到土堡中去。这让陆清越发的纳闷，方才那钢铁一般的军汉都是假的。你一向治军严明，这些人为何如此懒散？他们不是懒散，只是无力。粮食不够了，张石没有派人送来。徐燕，难道你不知道张石的目的？他既然想拉拢你，就应该给你送粮才对啊。他弟弟张茂不是还给你送女人？陆清现在已经纠结的想死了，这货为何要一直拉着他，让他和那群寡妇一起去什么河仓城不好吗？不是不近女色吗？怎么就突然要他做他的亲兵？韩硕也在小声的咕哝着，这个爹对娘太粗暴了，不好不好。杀了石虎的是你。一张妖孽脸陡然靠近，细长的眸中似是藏了一汪深不可测的寒潭。看着玉明川的双目，陆清有种呼吸不畅的感觉，不过还是定下了心神。自保而已。这货长得就是好，连睫毛都这么长，尤其现在眯眼看人的时候。张默把你送给我了。近在眼前的妖孽脸突然绽放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陆清却从中看到了冰冷的杀意。听说你尚未破身，而且很爱干净。对这个说法，陆清一点也不想回应，甚至他已经不想再看这个人的脸。他并未做过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他却对他生了杀心。他怎么就成了别人的棋子呢？这个世界真是残酷的可怕。也许他死了还能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只是可怜了韩硕，那么聪明的孩子，6岁就要结束生命。陆清刚刚别过去脸，下巴突然就被一只大手捏住了。今晚到都尉府服侍，不要换回女装，就以我亲兵的身份过来。冰冷的声音砸下。娘。韩硕一张小脸苍白无比，他切切实实的被玉明川给吓到了。他从未见过一个人长得这么好看，却又能这么可怕。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感觉到了陆清的恐惧，连娘都怕的人，那他必须也要怕。雪燕，今晚你看着这个孩子，还有不要让你的人说出陆清的身份。说完这句话，玉明川再次扯住了正往后退的陆清的袖子，一把将他拉过来，坐到他身边的垫子上。方才为何生无可恋？身为刀俎，我为鱼肉。一抹苦笑从陆清嘴角浮现，
原以为张茂给了他那么多金子是好事儿，却没想到代价却是他的命。他不知道玉明川和张茂有什么过节，只知道他现在成了一个棋子，没有人会在乎一个棋子的死活的。玉明川盯着陆青又看了一阵，冰冷的气息隐去，恢复成了半笑不笑。薛燕有些看不下去了。明川兄，你方才什么意思？张将军对你并无恶意，你要是觉得陆青有问题，那我带他走吧。完了，这句话说完，陆青又感觉到那种冰冷的气息了。而且这次玉明川不仅仅是扯着他的袖子，已经攥紧了他的手腕，还有越来越紧的趋势。张茂既然将他送给我，那就是我的了。说着，玉明川空着的那只手从怀中掏出了那张陆青曾经见过的官聘。陆青看到了男方的名字，已经是玉明川，他居然就这样成了他的妻子。看来这次他不会再成为寡妇，而是眼前这位大妖孽要成官夫了。如果他一定要杀了他的话，毒尾，只有这些了。明川兄，好歹我们兄弟一场，就算我在张茂手下做事，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接风洗尘宴就吃这个？你们已经拮据到这个程度了？玉明川突然笑了起来，整个身体都在轻颤。陆青握紧了拳头，他的手臂已经被攥得发疼。娘，我饿了，能吃吗？陆青没有回答韩硕，只是伸出手捂住了他的嘴。他生怕韩硕说错一句，这个魔头随手就捏死他。你倒是说啊！这不对，这里的一切都跟他半年前过来时不对了。薛燕，你以为张石会怎么做？是不是切断了玉门关的补给？玉明川抬了抬好看的长眉，一副你终于明白的表情。薛燕满脸怒容，刚要斥骂几声，看到玉明川的一双冰眸，又坐了下来，只是神色颓然了不少。还能撑多久？你有何打算？最多撑1个月。至于我的打算，你现在还没有回到薛家，就算是张茂的人知道了，对你没有好处。不把手洗干净，不许进来吃饭，滚出去！这戈壁大漠上全是风沙，吃几粒沙子怎么了？薛燕嘟囔着，却还是站起来走了出去。韩硕急忙把手放在身后擦来擦去，结果被玉明川一个眼风扫得不敢动了，而是松开陆青的衣角，迈着小短腿飞快地跟上了薛燕。陆青又睁了睁手，却被抓得更紧了。哎呀，我也没有洗手啊！你到这边洗。洗好了，就见玉明川拿过来一条看起来细腻柔软的麻布巾，要给他擦手。我自己来吧。陆青去拿那条麻布巾，却被玉明川抬高，没够着。这货怎么就这么高？快1.9米了吧？把手伸出来。一双美目半睁半闭睥睨着陆青，好像他不给他擦手就要掉脑袋似的。陆青也在琢磨，这妖孽为何一直用这种眼神看人？是不是因为长得太高了，又不喜欢低头，于是看人就成了这个德行？无奈之下，陆青只得伸出手让玉明川擦。今晚伺候得好，就留下你。玉明川边说边把陆青的每一根手指都仔细地擦了个干净，一丝水渍都没留下。陆青很想问，不是说你这货不近女色吗？怎么又要女人伺候？大哥，我新爹对我娘是不是还不错？韩硕瞪大了眼睛看着玉明川给陆青擦手，一脸的不敢相信。薛燕的震惊一点也不比韩硕少，为何把他们俩赶出去洗手，玉明川却在这里亲自给陆青擦手？刚刚不是还想杀他的吗？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不错吧。可我娘看起来跟吃了死老鼠似的。韩硕面色纠结地看着陆青，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都坐下来吃饭。陆青疑惑地看着玉明川，他用右手拉着自己的左手，这样怎么吃啊？难不成他是个左撇子？还有，为何他如此执着的一定要抓着他不放？这个疑惑显然不会有人解答了，因为薛燕也是一脸无奈地看着他们，看来他也不知道自己兄弟这是发了什么疯。
当然，陆清只有脑子被驴踢了，才会认为这货对自己一见钟情。娘，这菜忘记放盐了，不好吃。陆清自己也夹了一筷子，全是膻味儿，果然没有盐。对面的薛燕也一样皱着眉头吃肉。明川兄，你们的厨子也太粗心了吧，我去要把盐来。说着，薛燕就站了起来，结果见玉明川脸色又变冷了，纳闷地重新坐下来。不会是你们连盐也没有了吧？玉明川点点头，居然用左手拿筷子夹了块羊肉放嘴里，又加了一丝咸菜，混在一起吃了下去。这种腌菜还有多少？就剩几颗了。玉明川却像吃平常饭菜一样，放下筷子，拿着梅子面馒头啃了一口，又继续拿筷子夹菜，却还是不放开陆清。愣着做甚？帮我宽衣。玉明川站在洗漱间旁边，伸着手臂等着陆清过来。陆清快步走过去，开始研究玉明川身上铠甲的锁扣，摸索了半天才解开了一个肩胛，好在找到了窍门所在，下面就快了不少。不过将他一身铠甲脱完也用了足足1刻。玉明川看起来也不着急，只是垂着他那双该死的眸子盯着陆清，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卸下了盔甲，玉明川里面是一身棉衣，有些单薄，可陆清却能透过这层棉衣感受到一阵热气，看来这人比较耐寒。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陆清急忙闪到一边，就见2个士兵每人拎着2个大水桶走了过来。进门之后，2人都低着头，只是把水倒进浴桶后又低着头出去了。陆清心里七上八下的，这货不会真的要在今晚要了他吧？虽说跟命相比，这事儿就不算个事儿了，可跟完全没感情的人一起做，还是有些无法接受。继续。玉明川站在浴桶边，再次伸开了双臂。陆清垂头走过去，开始解玉明川的棉衣，比盔甲方便多了，几下就解开了那几根系带。也不知道玉明川平时是不是也让亲兵这么伺候他，看他的洁癖度，陆清怀疑都是他自己干的。上衣解开了，里面是一层薄薄的单衣。玉明川示意他解裤子，陆清纠结了，他可是看见过杨进那小子的裤子，里面根本就是开裆裤好不好？他下不去手。陆清，你现在是我的妻子。看出陆清的纠结，玉明川勾起嘴角，低头笑了起来，这个笑容很魅惑，看得陆清小心脏扑通扑通的。可是大脑中清醒的那一块却时刻提醒着陆清，你对面是个诡异的变态，他并不喜欢你，只是在折腾你，试探你能不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就看你今晚的表现了。加油吧，陆清。咬了咬牙，陆清扯开了那条裤子的系带，下一瞬闭上眼睛，迅速拉下去。陆清开始摸索着让玉明川抬起脚，他好把裤子退下来，结果发现他忘记把靴子脱下来了，这条裤子还塞在靴筒里。无奈之下，陆清只好闭着眼睛给他脱靴子，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就是脱不下来。陆清开始抱着一条大长腿使劲，使出吃奶的力气，靴子终于松动。陆清刚松了口气，就发现脸侧触感不对，陆清猛然后退，就听到头顶传来一阵低沉的笑声。果然是个厨，如此大惊小怪。罢了，在一边伺候着吧。阵阵热气从脸上蔓延开来，陆清依然死死地闭着眼睛。这混蛋太邪恶了，太无耻了。她活了这么多年，以前工作太忙没交男朋友，连初吻都还留着，现在居然被人……可想想等会儿她可能会被做掉，这事儿似乎又没这么严重。直到听到一阵入水声，陆清才小心地转过身子，眼睛睁开一条缝，将双臂放在桶沿上，还扭头扫了他一眼，只是水汽太重，看不清表情。过来。看着那2片在氤氲的水汽中越发诱人的红唇一张一合，陆清走了过去，却越来越呆。玉明川露在外面的手臂和双肩肌肉匀称而结实，
处处透着一股力量的美感。偏偏他的皮肤又不像一般男子那样粗糙，看起来细腻光滑，让人情不自禁的就想摸上一摸。陆清费了极大的劲才忍住没动手，而是拿起放在一边的枣豆碟子，问玉明川要不要搓背。玉明川却只是侧着头看着他笑。需要我帮你脱衣服吗？什么意思？他也要脱？他不是来伺候人的吗？难不成还要鸳鸯浴？陆清站着没动，哗啦啦一阵水声，玉明川站了起来。陆清赶忙闭眼，却发现他的皮夹袄被一把扯开了。陆清一个劲儿的躲，可那双大手刁钻无比，里面的棉衣2下就被扯掉，最后只剩贴身的内衣和一条长裤。要我帮你脱裤子？声音就在耳边，热气、湿气，还有一股玉明川身上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陆清抱紧了臂膀，却一动不动。随后腰上一湿，一阵天旋地转，陆清急忙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却是玉明川放大的俊脸。下一瞬，他的裤子被扯掉了，整个人掉进了浴桶里，一只大手按住他的脑袋，直直按向水下。陆清拼命挣扎，却发现他的力气根本就不够。玉明川这个变态是要将他溺死在自己的浴桶里吗？此刻陆清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一力降十会。被玉明川握住脑袋，他就完全丧失了主动，甚至想要用他的断根绝招也完全使不上力，因为挣扎到后面，他的手臂、双腿都已经被玉明川牢牢地禁锢住。张茂不是派你来勾引我吗？就这点能耐？冰冷的声音在头顶响起，陆清总算清醒了。玉明川之前在做戏，而后在试探，果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和薛燕都是同一种人。头顶一松，陆清露出水面，大口地喘着气。他已经有1年没洗过这样的热水澡了，真是可惜。我呸！谁他爷爷的稀罕勾引你啊？张石断你的草粮，张茂给你送女人，不就是想让你多养些人口，逼你到绝路吗？然后拉拢你。可是这跟我有个屁的关系啊！哼，你要是想我和韩硕浪费你们的粮食，尽管把我们赶到关外去啊！我告诉你，在关外我们俩也能过得比你们好。守着盐湖没盐吃的傻叉！忍不住，陆清便骂红了眼，声音也越来越大。原以为到边关随便嫁个人，好歹能过上稳定的生活，可老天爷不长眼，让他遇到了石虎，遇到了张茂，又遇到了这个妖孽。他一点也不想卷入他们之间的争斗，他只想安稳地活着罢了。玉明川双目眯紧了，却依然死死抓着陆清的双手，夹着他的腿，不让他动弹分毫。手上的皮肤有些粗糙，身上竟然挺细腻的。看着眼前的丫头在吼他，玉明川却不觉得意外。这烈性子才是薛燕在信中提到的她原本的模样吧。其他除了确实没长大之外，其实比一般的女子要精致得多，而且一切都干干净净的，完全符合她的预期，就是喊得太大声了。于是玉明川捂住了陆清的嘴巴，却还是在他闭嘴之前听到了什么他会制盐、炼钢、石油、化工什么的。除了制盐炼钢之外，其他的他都听不懂，只知道这小丫头被惹毛了，这不已经开始咬他的手指，一定是属狗的。我杀了石虎，张某赏了我50两金子，现在还扣在薛燕的手里。你要是想要，也拿去好了，就当是买我和韩硕2个人的命。现在就算是把我们扔到关外去，就算是落到胡人手里，也比在你们这里强啊！见玉明川松开了捂住他嘴巴的手，陆清语速极快的又说了一通。数日来的恐惧与憋屈，在濒死之前一股脑全宣泄了出来。要不是他的手脚还被禁锢住，一定要狠狠地揍眼前这个混蛋。他一个搞化工的学霸，穿越到这鬼朝代来，空有一身改天换地的本事，却因为是个女人，是个寡妇，丝毫不敢施展自己，生怕怀璧其罪，被卷入乱世，死无葬身之地。玉明川看着眼前发狠的小丫头，眼睛红彤彤的，那2条和自己很像的眉毛也气愤得一抖一抖的。这张雌雄莫辨的脸其实还挺耐看的，不过这都不是重点。他刚刚说了什么？
他能制言。玉明川松开了陆青的手，想问个清楚，就见一阵拳光水影，这丫头开始打他了。陆青的火气可还没发完，哪会放过这个机会，使出所有的本事，哪怕力气不够，他也要玩命的揍人。玉明川有些愣怔的用手臂招架着狂风骤雨，因为他发现陆青的招式并不是胡乱打，而是很有章法的袭击，招招都对着要害。要不是没什么力气，他恐怕这会儿脸都肿了。这还是第一回遇到有女人不待见他的脸的。陆青又打了一阵，实在打不动了，手疼，这混蛋的肌肉太结实，他又没带纸虎，真是越打越亏。几百拳下去，他身上不过多了几个红印子，关键是看他慢下来了，这货又重新把他的手抓住禁锢了起来。你会制言？怎么制？功夫哪里学的？听薛燕说你会做一种叫豆腐的吃食。一大串问题抛出来，陆青却冷了脸，一句都不想回答。他没见薛燕跟玉明川单独相处，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他会做豆腐的。不回答。玉明川，你要是想知道怎么制言，就别用这种方式对我。哦，那你想我怎么对你，把你睡了？玉明川，你以为你长得好看，是个女人都想睡你是不是？我告诉你，老娘不稀罕。一双美眸危险地眯了起来。玉明川现在很想找面镜子看看，难不成他变丑了？感觉到危险逼近，陆青决定搏一搏了。我帮你解决盐的问题，你就不要再揪着我不放了，放我去关外，从此我们就各不相干了。玉明川盯着陆青看了一阵，点了点头。好，这就答应了。陆青愣了愣，却突然感觉到手脚都被放开了，可他的双腿已经被禁锢太久，有些酸麻。这一松开，居然直接就往水里滑下去。很遗憾，陆青是个旱鸭子，过腰的水他都能把自己淹死，而玉明川的浴桶偏偏又大又深，拼命抓住一切能抓的东西。陆青最后发现，他已经在玉明川的身上抓了好几道红印子，而现在正攀着他的脖子，整个人挂在他身上。我知道你不喜欢女人的，我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出去。顾不得感受身下完美的躯体，陆青赶紧抓住桶沿，直接就往外面爬。浑身上下他就穿了一件薄麻布做的简单小吊带，下面还有自己缝制的系带内裤。过了水之后，几乎完全就是透明的。陆青就这样撅着屁股从桶沿上爬了下去，完全不知道身后某人的目光已经将他浑身上下看了个遍。果然没几两肉。刚落到地上的陆青就听到了这句话，更加确信薛燕一定在什么地方给这货通过信，甚至极有可能后面薛燕对他做的事都是这货受益的。无耻，真是太无耻了。反过来想，这样说来，此人可能未必要杀他，以他处处试探的性子，之前刻意暴露的杀气说不定也是试探的一部分。他到底要防他什么呢？他有什么好防备的？就因为他会做豆腐，还收了张茂的金子。一阵凉意把陆青从沉思中冻醒，他还一身湿地站在木板上，急忙去找被玉明川扔到一边的衣服，却发现身上陡然多了一大块布巾。擦干净，一会儿我们详谈。陆青躲在玉明川的卧房许久，才听到他终于从水里出来了。又过了一阵，见玉明川披散着头发来到卧房，浑身上下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麻布袍。最让陆青吃惊的是，这时的玉明川浑身都处于一种极为放松的状态，甚至脸色都变得温和了许多。他完全没想到，这样一个妖孽的脸上还会有温和这种表情。这一会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见玉明川径直走到那张大床前，拉开被子，直接坐了进去。过来。玉明川拍了拍他旁边的位置，陆青没有动。就算你明日去了关外，今夜也是我的妻子。陆青极其烦躁地跺了跺脚，脱下鞋子就爬上了那张大床。那往里去。陆青不耐烦地推了把玉明川，那货竟然丝毫不动，还能不能好好谈条件了？我睡想不好，你去里面。
玉明川没动，还真以为老娘要跟你睡一夜呀。陆清故意踩上玉明川的腿，爬到了床的内侧。先把头发擦干净，不然水滴到床上来了。看着眼前的布巾，陆清再次无语了。擦，当然要擦，他还怕感冒呢。等陆清的头发拌干了，玉明川把布巾扔到一边，又开始脱陆清的衣服。陆清紧紧抓着袄领子不放手，说好的不近女色，现在怎么就不按套路出牌了？你平时睡觉不脱衣服？玉明川挑起好看的眉毛，又盯住了陆清的眉毛，手指搓了几下又放了下来。我自己脱。其实陆清更想把袄子里面的吊带脱掉，还湿哒哒的呢，都浸到袄子上了，冰凉。没想到玉明川居然扭头从床头的一个柜子里拿出了一套和他身上穿的一模一样的长袍，只是小了不少。换上这个。陆清不动，一双眼眸中满是疑惑，这混蛋到底在干什么？刚才还想弄死他，现在又给他一件明显是提前准备好的睡袍，难道是双重人格？双重人格的妖孽此时已经伸出一双咸猪手，完全不容陆清反抗，几下就扯开他的棉衣。陆清极力反抗时，发现那货居然转移了阵地，再次一把扯掉了他的裤子。看着扔远的小吊带和内裤，陆清欲哭无泪。这就是弱者的下场，还想着跟这人谈条件，都被剥成小绵羊了，还有什么好谈的？一条长袍瞬间将他裹了起来，柔软而温暖。陆清知道这是麻布，却不知道还有这么柔软的麻布，一点儿也不比后世的棉布差。同样柔软的被子盖了过来，一条结实而修长的手臂一把将他捞了过去。感受着紧紧贴着自己的高大身躯，陆清呆掉了。烛光昏暗，陆清只能隐约地看到玉明川那张妖孽脸的轮廓，却看不清他的表情，就算看清了也可能都是假的，他太善变，太难捉摸了。说说看，你打算怎么治眼？低沉慵懒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打断了陆清的思绪。与声音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只大手开始轻抚他的脊背，莫名的就让陆清想起他以前摸他的猫。可他是个人，还是个心理早已成熟的女人，被一个陌生的男子这样暧昧的摸脊背，要说没反应是不可能的。轻微的颤抖了下，陆清开始后撤，他不想和这货贴这么紧。说着，玉明川向下钻了钻，直到一张脸贴在了陆清脖子上才停了下来，轻轻地闻了一下，味道很干净。这一刻，陆清有种非常诡异的感觉，他成了一个宠物。玉明川把它洗干净，只是为了抱着摸着玩的。而他之前在浴桶里的表现，在他看来就像是一只炸毛的猫吧，硬的不行，他就顺毛摸了摸，之后他就乖了。这种认知让陆清越发恼火，反正现在手脚也没有被束缚住，一只手便摸上了那货的腰，想找块软肉掐，居然没找到。愤怒的陆清摸到了玉明川腋下的系带，一把扯开，用短短的指甲直接掐住一丝肉皮，开始用力。玉明川抓住了陆清的手，抬眸看向他的脸，小丫头又生气了，这模样还真不错，他喜欢这个表情，生气盎然。陆清总算见到这货抬眼看人了，眸子不再半睁半闭，完全张开的样子非常漂亮，如两块黑褐色半透明的宝石一般，在幽暗的烛光下夺人心魄。妖孽，明日给我几个人和一辆马车，送我去西南的盐沼，我自有办法。那边的盐苦涩无比，根本不能吃的。说了我有办法就是有办法，你能不能住手啊？方启明，将刘晨从何仓城调回来，明早复命。还要准备一个大铁锅，几袋木炭，如果有我们穿的那种细纱麻布，也准备一些吧。越早准备好，他就越早脱离苦海，自然要抓紧交代。不着急。你有完没完？夫人不知道春宵苦短这句话吗？玉明川，我们再做个交易，如果你今晚不碰我，我不仅帮你治盐，还会教你治盐的方法，如何？好。又是一个好字。陆清愣了，这货这么好说话，他提出的2个条件他全都是直接答应，总觉得哪里有不对。
却又找不出来。你的衣服湿了，今晚就睡在这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知道的，我不近女色。最后4个字咬得有些重，而且这次玉明川难得的与陆清平视了，好看的眸子清清亮亮的。陆清愣了愣，刚才折腾了半天，这货确实没什么特别的反应，看来传言是真的。这货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看来传言是真的。玉明川抬起身来，看着眼前秀美的睡颜，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让陆清准时的在天蒙蒙亮时就醒了，感受着脑袋下弹性十足的触感，鼻尖满意的男子气息，以及腿下硬实的肌肉，陆清真想一巴掌拍死自己。所谓的睡相不好，根本就不是玉明川睡相不好，是他呀。我什么时候就钻到玉明川的怀里，还枕着他的手臂，嘴巴都快要凑到他腋窝去了。幸好他没有狐臭，更可怕的是，我的腿就搭在玉明川的腰上，这简直丢人丢大发了。陆清一咕噜就滚到了床的最里面，贴着冰冷的土墙，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但是他低估了玉明川的体长，刚贴上墙壁，一条手臂就搭在他的腰上，长长的手指一抓，他又被捞了回来，继续水深火热。天冷，别着凉了。哦，不，天亮了，我想要起床去盐沼。陆清飞快地从温暖的被窝里跑出来，打了几个冷战，正找他的衣服，就见玉明川从床头的箱子里拿出来一套男士棉衣。给你准备的，看看合不合身。陆清呆了，为何这里会给他准备衣服？从昨夜穿上这件柔软的麻布袍，一切就不对了。玉明川到底什么意思？又打了个冷战，陆清赶紧过去拿过棉衣就开始穿。刚脱下麻布袍，就见玉明川靠着床头，眯着一双美目，正饶有兴趣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陆清匆匆地穿上，等收拾完毕，见玉明川也穿好衣服出来了。他今天没有穿盔甲，就一身天青色的棉长袍，收着袖口，看起来清爽而俊逸。属下拜见夫人。10个汉子齐齐抱拳下跪，陆清吓了一大跳。来到这边之后，还是第一次有人对自己下跪，还跪得这么铿锵有力，又不明所以。陆清赶紧去扶他们，结果一个个的迅速后退，却依然保持着下跪的姿势。夫人只需下令，我等自会遵从。好吧，那个都起来吧。也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反正陆清浑身都别扭的不行。看那群人整齐有序的站了起来，陆清才松了口气。看来他们都知道他的身份了，可是明天之后他就不会再是这个身份了。你们今日随我去西南盐沼。是。声音依然是毫无起伏，听得陆清纠结的要命。这帮人的老大性情简直就是飘忽不定，属下一个个的却跟石头蛋子似的冷硬，一点儿也不搭好不好？见他们好像也没有和自己聊天的意思，陆清开始琢磨到哪里吃个早饭，就见门外又来了2个人。韩兄弟，吃饭了。真是雪中送炭。和那个妖孽待了一夜之后，陆清现在看薛燕别提多顺眼了。哥，你没事吧？韩硕甩开薛燕的手，以他最快的速度跑了过来，一把扑进陆清怀里。见陆清没什么不对的地方，韩硕放心地笑了起来，圆溜溜的大眼睛都弯成了月牙，一只大手突然抓住韩硕的脖颈，就像拎只小猫一般把韩硕拎走了。韩硕蹬着腿乱踢，却发现怎么也够不着那个拎着他的人。看清那只手的主人之后，韩硕瞬间像条挂在风中的咸鱼一般不动了，是他那个长得特别好看的新爹。明川兄早。薛燕笑着看向玉明川，还挤了挤眼。玉明川现在已经把头发竖了起来，一张俊脸完全暴露，让人移不开眼。趁热吃，
一会儿我也陪你去。陆青也不客气，接过包子就啃了起来，还是那样，没有盐，膻味很重，不好吃。韩硕一个劲儿地捅薛燕的腰，小声地问他为什么新爹对娘这么好，对他这么差，一点也不关爱儿童。方继明那张石头脸总算有了表情，一双眼时不时的就在玉明川和陆青之间来回瞟，而身后某人一直在踢他的屁股，他也没有回踢。主，新夫人不是一个小寡妇吗？老大怎么跟伺候公主似的，还害得王大娘为了赶那几身男装几夜都没合眼。连夜从何仓城跑回来的刘晨满肚子疑问，却没有人回答他，已经快要憋坏了。老大敬他，我们就要敬，废话这么多做什么？这不对呀，老大一向不近女色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会不会新夫人是男扮女装的？你眼睛瞎了吗？新夫人现在明明是男装。哦，对。刘晨摸了摸脑袋，还是一脸的疑惑。他杀了石虎。方继明收了笑容，扭头对着刘晨说了这句，又变回了石头脸。刘晨瞬间瞪大眼睛，看向陆青的眼神也变了。今天要去西南盐沼。薛燕疑惑地看向玉明川，那边的苦盐可是无法入口的。是，那种盐听说会吃死人的，你可要想清楚啊！实在不行，我现在就回河东取道居沿海，给你送些盐粮过来。薛燕依然没能适应玉明川和陆青之间的互动，不过正事儿还是要说的。这时就见玉明川突然摇摇头，笑得神神秘秘的，还冲着陆青几乎算得上是甜蜜的一笑。见惯了这货的阴晴不定，陆青没有给他任何表情。夫人，你我骑马过去。雪燕，照顾好韩硕，我们明日回来。喂，你们真要去啊？带上我。此乃我玉门关机密要事，你是凉州君侯，不宜参与。这大黑马嘶鸣了一声，撒开蹄子就飞奔了出去。感受着呼啸而来的寒风，陆青赶紧把披风倒过来裹在身上。这里的温度已经接近0度了，他的棉衣还不够厚，幸好披风是貂皮的，不然一准冻僵。出了小方盘城，北风吹得脸都有些疼。陆青想把风帽戴上，又不想错过这塞外的风光。走了几百米，陆青找了个动物痕迹较少的区域，开始仔细查看那些盐矿的结构。不仅有钾盐矿，还有一些石膏和苏打矿共生。如果他不用离开玉门关，那豆腐坊又可以开张了。陆青挑拣了几块干净的石膏和苏打块放一边，又开始清理一块块硕大的盐盖，其中有大量泥沙，这些都是最先要过滤出去的。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后，方继明带着几个人把他们的痕迹全部清理干净，该打包的打包，该扔湖里的扔下去。随后就去了一座被风沙侵蚀成一片片的巨石之后。于田人，他们想干什么？一群四处捕猎的野狗，今夜我们也做回猎人。冰冷的笑意在玉明川的嘴角漾开，一阵轻微的滋啦声响过。陆青看到了玉明川手里的剑。夫人，你力气太小，就在这里关上为夫土狗，如何？你能不能别一口一个夫人的？回去之后我就不是你的夫人了。一日夫妻百日恩，还早。玉明川打了一个手势，几个人迅速分散开来，扇形向胡杨林边前行过去。陆青没有动，大家都带着刀剑，就他用直火，太危险，他还是避而远之的好。很快，夜色中就传来一阵喊杀声，刀剑碰在一起的撞击声，还有一个语速飞快的奇怪腔调，说着什么公主等你之类的话，之后就是惨叫连连。前后不过3分钟，战斗结束了。玉明川走回巨石，见陆青还趴在那儿瞪着他，心情不由得就好了起来。走吧，今夜恐怕睡不上了。薛燕面色不好，不过看起来不像是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而是因为玉明川出去玩没带上他。哥，三山先生说要教我识字。韩硕瞪着大眼睛看向陆青，本来想喊娘的，可陆青说在外人面前不能喊，不然他们有危险。2夜没跟娘睡一起，他有些难过。今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我教你识字。离开这里，跟我回河东吗？薛燕的一张臭脸突然就放光了。
不，我们去关外。陆清掐了玉明川的手，他还是不松开。现在去关外，走不了50里你就会死。薛燕终于看到陆清的不对劲，因为玉明川的手上已经有些渗血，也不知道他们闹了什么别扭，这一夜又去干了什么。等几个人都进了城门，方继明扛着一袋盐就去了土堡里的厨房，身后还跟着几个人，都扛着黄羊，无一例外，面上都带着喜色。昨晚去抢于天人了？不过是杀了一群野狗，缴获一批盐，正好救济。说着，玉明川死死地扣住陆清的腰，开始往都尉府的方向走。于田的野狗能有多少东西？你们这样不是办法。你看敦煌。咱们的包裹呢？收拾好，走人。哥，三山先生说外面好多狼。韩硕抓着一把葡萄干，有些恋恋不舍地看向一边的老头。吴三山摸了摸韩硕的头，又从搭子里掏出一把葡萄干给了韩硕。韩硕见陆清脸色不好，把葡萄干装好，就赶紧带他去了他住的地方。韩硕哭丧着脸跟在陆清身后，他不明白在这里住得好好的，为什么娘要走？亲爹对娘那么好，这边的三山先生还给他葡萄干吃，为啥要去外面喂狼？眼看着陆清已经出了城门，韩硕只好跟上去，却不料脑后一紧，他又被拎了起来。陆清心情有些沉郁地走在黄土大道上，前方不知有什么在等待着他，想必不会有什么好事。可是他能怎么办？那个阴晴不定的妖孽太折磨人，他也完全分不清他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留在这里估计早晚要被折腾死，也不知道那晚他是怎么睡着的。现在想想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韩硕，今后啊，咱们又要过苦日子了。陆清无奈地笑了笑，腾出一只手臂，想要牵住那只熟悉的小胖手。等了许久，并没有小手递过来。陆清纳闷儿，将沉重的包裹往一边侧了侧，回头一看，身后连个鬼影都没有。韩硕呢？韩硕，你藏哪儿去了？这边不好捉迷藏的，有狼！陆清焦急地喊了半天，回应他的只是高空上翱翔的雄鹰偶尔嗷2声。一定是玉明川那个混蛋把韩硕扣下来了。气喘吁吁地跑回城门口，就见玉明川正站在城门一侧提着韩硕，好整以暇地等他回来。玉明川，你答应我的，你好歹是一个都尉，怎么能言而无信呢？陆清说着正要跑向韩硕，却见韩硕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一定是被这混蛋给要挟了。你放开他！玉明川放开了韩硕，韩硕赶紧跑到陆清身边，使劲帮他卸着包袱。韩硕，你干什么？哥，咱们就留在这里吧。你看外面什么都没有，咱们一定会喂狼的。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骗人的话？这个人一点信用都没有，他的话是不能信的。夫人，你前夜说的是放你出关，可没说放韩硕出关。现在我也如约履行了我的诺言，怎么能说我言而无信呢？玉明川笑得灿烂无比，俊逸无双，可看着就让人牙痒痒。真想一拳打烂那张俊脸。陆清握紧了拳头，仔细回忆了一下，好像确实是这样，怪不得当时他同意的那么爽快。一直扯着他衣角的韩硕又开始抹眼睛，哭得一脸鼻涕眼泪，丑得要死。相处1年，陆清也就在韩硕他爹死的时候见过韩硕这样哭，平时再苦最多就是眼泪打个转，却从没落下来过。哥，我不想看你喂狼，你就留下吧。谁要是欺负你，我一定弄死他。就是刚刚捏你像捏小鸡一样的混蛋欺负我，你弄死他试试。放下包袱，陆清蹲下来，拿出手帕给韩硕擦干眼泪鼻涕，又拿出一块麦芽糖，韩硕这才停下呜呜声。
啊？你觉得这里好啊？三山先生对我可好了，还说对我一见如故。三山先生是前朝帝师，内乱时被贬之子，由他来给韩硕启蒙，夫人觉得如何？刚想动员韩硕离开这里的陆清瞬间张大了嘴巴，不可思议地看向笑得满面风骚的玉明川。不会吧，那个一直给韩硕葡萄干吃的老头子居然有这么大来头。当陆清的包裹再次被扛走放进都尉府时，陆清走路还有些飘。前朝帝师给韩硕做启蒙老师，感觉就跟做梦一样。如果他现在带韩硕离开了，他一定会后悔终生，也对不起韩毅临死时的交代。韩毅给了他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合法的身份，交换条件就是把韩硕培养成才。他当时拼命赚钱，也是想让韩硕上学堂，甚至计划过让韩硕走武将的路子，以他的本事应该能让他有所建树。不料世事动荡，而他又被征到了边关。更没料到的是，土疙瘩一样的玉门关居然卧虎藏龙，他来到这边许过的最大的承诺，竟然就以这种方式开始实现。我是答应，不过你当时是说那个我确实信守。有种想一脚踢死玉明川，或者跳进浴桶直接淹死自己的冲动。怪不得那晚他提的2个条件，玉明川都答应得这么爽利，全都是坑。这妖孽就是个坑货。玉明川说，昨夜他们没洗漱，今天一定要好好洗干净，不然睡不安稳。一夜无梦，醒来时天已经大亮，身边也不见了玉明川。陆清伸了个懒腰，就见床头放着一套新的棉衣，一看就是他的尺寸。陆清便不客气地穿了起来，合身舒服暖和，看来做都尉夫人还是有点好处的，只要不跟那妖孽相处，这里还能过下去。洗漱完毕，陆清走出房门，就见院子里堆了几十袋盐。玉明川和方继明正在盐堆旁边说着什么，见陆清过来，方继明对陆清行了一礼。虽然还是面无表情，可陆清还是发现了这张石头脸上有了一丝松动，是感激。陆清解决了他们缺盐的问题，甚至他们可以用这些盐去换很多东西。又给方继明交代2句之后，玉明川自然而然地拉住陆清的手，开始走向前面的院落。饭后我带你去何仓城。何仓城离玉门关不是很远，20多里路，没多久就到了。农都尉冯毅正站在一片田地边，身边还有几个屯田兵，全都是庄稼人的打扮，有些激动地看向玉明川一行人。王小将军，你们真的弄到盐了？老人家看着干瘪枯槁，可精神却很好，尤其看着他们身后的牛车，眼睛都快放光了。冯老，这一车盐是给何仓城各位将士人员，够过冬了。冯毅大步走到牛车边，打开最上面的袋子，看见里面白花花的盐，直接就捏了一撮放进嘴里，脸都齁的扭曲了，却还是舍不得吐出来。那几个屯田兵欢天喜地地奔过来，和玉门关的士兵一起赶牛车。农都尉冯毅则开始跟玉明川说起何仓城的存粮。何仓城的粮草补给不光供应玉门关，还要供应阳关。平时除了屯田兵种的粮食之外，还要用朝廷发下来的银钱在周边购买才能够用。现在晋士已经南下，跟这边完全断了联系，更别提有饷银发过来了。而梁国为了迫他们归顺，封锁了整个西线，从安西到敦煌，他们一粒粮食都买不到。关外又有大量于田人图谋不轨，他们真的到绝路了。1个月前就没盐了，粮食还能撑1个多月，之后怎么办还未知，靠猎黄羊吃肉也不是办法。他们愁。听到这个消息的陆清更愁，刚准备在这里安顿下来，就听到没粮吃的消息，换成谁都不会开心的。
形势如此严峻，陆青却发现玉明川看起来完全没有冯毅的忧虑，那双美目居然还放了一阵寒光，看来这货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计划要实施了。王老，那种咸菜疙瘩还有多少啊？王都尉，咸菜疙瘩还有10几枚，你不要的话都拿去吧。冯毅笑得一脸灿烂，连脸上的褶子似乎都在放光了。他们有了一车盐，谁还稀罕那几个咸菜疙瘩？要就都拿去吧。看着一筐酸不溜秋的咸菜疙瘩，王坚满面得瑟。就他所知，何仓城的咸菜可能只有这些了，现在全部归他。站在那里一看就很讨人厌的玉明川就没得拿了。小玉的，听说张茂给你送来了一群寡妇，看你们连咸菜疙瘩也吃不上了，估计也没啥力气，不如送给我们阳关将士如何啊？玉明川连个眼神也没给他，继续看着玉门关兵士将他们要领取的粮食一袋袋扛出去。陆青只是无聊地扫了王坚一眼，既然玉明川不理这人，那这人就没什么可在意的。关键是这货一看就很傻，尤其是在他身边这个坑死人不偿命的腹黑妖孽的对比下。等粮食领取完毕，玉明川牵着陆青的手开始往外走。玉明川，都说你不近女色，小爷还不信，今日我算是信了。就见王坚一脸嫌恶地看向玉明川和陆青牵着的手，那表情跟吃了苍蝇似的，还特意地闪开了很大空间，让玉明川和陆青通过。那些寡妇除了一个叫宋兰的，其余的你都可以带走，只是必须按官品配人，不可胡闹。那是，我们阳关的汉子求其若渴，自然不会胡闹。玉都尉，小女子既配给了您，又怎能去阳关？常言道，猴女不是二夫，你不能将我这样送人呐！不用回头，陆青也听出来是谁，除了王强，就没人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还好女不是二夫，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脸皮居然厚成这样。陆青还是低估了王强的自信，因为大冬天的他又开始敞领口了，尤其在奔向他们的牛车的路途中，那个壮观看得王坚眼都直了。玉明川却连头都没回一下，依然把陆青护在怀里，骑在马上慢悠悠地往回赶。美人，玉明川他不喜欢女人的，你还是跟我去阳关吧，小爷最会疼人了，保你夜夜。王强回头才发现身边不知何时跟了一个俊朗不凡的军爷，虽说比玉明川差了一截，可比那些兵蛋子不知强了多少。看了看前方不回头的玉明川，又看了看眼前盯着自己领口流口水的青年，王强犹豫了。他们玉门关现在一粒盐都吃不上，咱们阳关好歹还有10几个咸菜疙瘩，你跟了我，每日都有这个吃，还想什么呢？啊！回程路上，陆青还是忍不住问了他心里的问题。玉明川，粮食只够1个月了，你打算怎么办？夫人猜猜看。那碗制的盐，刘晨是拉去换粮了吗？夫人真聪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既然我在这里安家了，你要是没有办法，我自己也要想办法的。陆青可记得他路过那些湖的时候，看到水边有残荷、刺菇之类的东西，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不知道那东西能吃，没见有人挖。再等等。玉明川见陆青姿势别扭，便没再贴近他，居然不告诉他。陆青撇了撇嘴，昨天薛燕说起敦煌时被打断了，约摸玉明川把主意打到敦煌头上了。那天送他们来的凉州士兵不是也都去了敦煌休整吗？先把你那套拳法交给我。可以啊，还有，我不会在这里白吃白住的，你能不能分给我几个人用啊？我想多挖些茨菇，说不定还可以弄些其他吃食。玉明川盯着陆青看了一阵，又把腿向上抬了抬，以防他再掉桶里去，随后点点头。这里的士兵暂时不会给你用，只有方继明一人会跟着你，不过农都尉应该会很乐意带人来陪你玩，这件事交给方继明就好。说着，玉明川的手指开始在陆青脸上游移，尤其是到了眉毛那里，来回摩挲，乐此不疲。陆青总觉得
他的眉毛终有一日会被摸秃，不就是两人的眉毛比较像吗？至于这样爱不释手吗？这是变相自恋吧。今后跟那些士兵一起，注意保护自己。你是韩硕的哥哥，我的亲兵。陆青点头，他明白这是为了保护他，万一石虎的人找过来，他的身份不是寡妇，也不是玉明川的妻子，而是一个叫韩柏的亲兵，这样会极大的减少对方的关注度。他起初想这个法子也只是想暂时的掩人耳目，没想到玉明川居然帮他包严实了，这一点他还是很满意的。这也让陆青相信了玉明川的说法，那天是在吓唬他，多半是因为他收了张茂的金子，这人在诈他。刘晨他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吗？陆青喃喃自语，他们不会在意这个的。你说的这个他们肯定不包括玉明川啊。陆青撇嘴，他可记得清清楚楚，刚到玉门关，那混蛋就关心过他清白不清白，干净不干净，哪怕只是个宠物，这货也有洁癖。我可从来没有见过明川兄这么在乎一个人，你还是知足吧。我明日就要回河东了，原本怕你不适应这里，还想带你走，现在看来不用了，你多保重。你也保重。杨进喝醉了，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娶妻了，他的心不在自己这儿了，结果被张成打了脑袋。臭小子，你不要命了！青青现在已经是都尉夫人，你再扣没辙了，你想害死他吗？张成也喝高了，虽然清楚要制止杨进乱说，可他的声音太大，还有些大舌头，愣是让所有人都听见了。薛燕看到了这些小动作，只是在一边笑，完全就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被牢牢禁锢在玉明川怀里的陆青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薛燕，结果那货笑得更欢快，还朝玉明川挤了挤眼。别闹了，陪我喝酒。喜欢？低沉的声音从耳边传来，陆青微微瑟缩了一下，他不习惯在众人面前和他这么亲密。许是见他没回答，酒杯离开了他的嘴边，陆青松了口气，却突然一阵天旋地转，他半躺在了玉明川怀里，还没来得及推开他，那张妖孽脸便压了下来。第一次他亲了他，温热的酒液从他口中一点点的到他口中，带着他的气息，山呼海啸，整个都尉府死一般的寂静。一阵脚步声响起，杨进走出了都尉府，头也没回。张成朝薛燕笑了笑，脚步踉跄地跟了出去。坐在玉明川对面的薛燕，一双眼睛则像长在了手里的酒杯上。明川兄，我可算见识了，佩服佩服。这一刻，薛燕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看到自己的好兄弟与新婚妻子浓情蜜意，他本该高兴的，可他却想起了到玉门关之前的那一夜。放下酒杯，薛燕匆匆离开了都尉府，看那脚步完全不像喝醉的人。玉明川，我想要洗澡，你先下去，我把被褥换一下。疼不疼？刚伸出手要拉床单的陆青就被玉明川死死地抱在怀里。疼不疼？他又问了一遍，陆青已经翻白眼，不是他想翻，而是被抱得太紧了，紧到他都能感觉到玉明川微微的颤抖。你放开我就不疼了。陆青憋着嗓子挤出这句话，身上陡然一松，这货果然放开了他，只是两只手还紧紧地握着他的胳膊。真的不疼了？玉明川依然浑身紧张，陆青摇了摇头，他就一开始疼了一下，随后就是腰酸和要命的下坠感，倒是不疼了。我帮你洗干净。玉明川抱起陆青就要去喊亲卫送热水，现在可是下半夜，亲卫不睡觉啊，大半夜去烧水等着你啊，疯了。玉明川，你放我下来，你洗不干净的。不，我能洗干净，能洗干净的。这一声是吼出来的，陆青吓了一跳，抬头就见玉明川面目狰狞，不知道发了什么疯。方继明匆匆跑进院子，看见玉明川的模样，那张石头脸竟然也出现了惊恐的表情。方继明，去烧热水，能烧多少烧多少。
陆清一脸的纠结，她不过是来个大姨妈，怎么玉明川就失控发疯了呢？陆清嘴巴张了好几回都没好意思说，她只是来了鬼水，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最多烧一盆水，她洗洗下面就好。这个年代这种话怎么对一群军汉说呀？陆清头痛死了。玉明川，我只是来癸水了，你明白什么是癸水吗？玉明川的眼中依然满是惊恐与绝望。陆清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只是他可不想被泡进姨妈水里洗澡，只能赶紧给他科普。也许他常年待在边关，又不近女色，不懂这个也正常。可陆清还是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尽管简洁明了地跟玉明川科普了一遍大姨妈是什么之后，陆清见玉明川气息渐渐平稳下来，只是看着他的目光就像是看陌生人一样。只要5、6天就会过去了，你要是嫌不干净的话，我可以自己洗澡的，睡别的地方去。陆清挣扎着要下来，别走。玉明川重新抱紧了陆清，似乎终于回过神来，大步将他抱回房间，放在床边的皮毛毯子上，自己把床上脏污的床单和褥子换了下来。听说这个时候怕冷，是不是？听到这句话，陆清大大的松了口气，太好了，这货恢复正常了，赶紧点头。用不着烧那么多热水吧，我只是想稍微清洗一下下。我给你洗。这句话说得低沉而坚定，陆清却欲哭无泪。你能不能让我自己来啊？不能。完了，这货说不通了。我的50两金子啊！轩那个混蛋居然就这么跑了，那我的金子呢？咬牙切齿了半天，陆清记起那天晚上他自己说的，把金子送给玉明川了。那金子其实已经不是他的了。晌午时，玉明川回来一趟，拿着一个大大的包裹，打开之后，陆清一脸纠结，全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细麻布条。这个男人实在是……陆清不知道说什么好，总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味道如何？夫人厨艺甚好，为夫有口福了。吃着碗里的肉片，玉明川一脸满足，一双眼睛眯得更厉害。夫人想什么呢？这么入神。辣椒。吃的。对啊，只是咱们这边没有。陆清老实交代。说起来，你至今也没告诉我，你到底从哪里来的？告诉你了，你可要保护我。我这样的天才，一旦是被人发现了，你藏都藏不住的。你是我夫人，我当然要保护你。我记得祁连山北边有。少将军。伯金，你进来说，有什么消息你但说无妨，不必逼着夫人。少将军，白水村现在已经被羌人烧成一片白地，而且石勒的人也已经过去了。听到这话，陆清突然吃不下去了，他暴露了，完了，被石勒盯上，那绝对是死路一条。好，你先下去吧，今后你不必再去打探，就在这里护卫夫人。我该怎么办？他真的慌了。如今我说过会保护你的，就不会食言。他们没那么快找到这里，别怕。玉明川，谢谢你。贴在他的胸膛上，陆清听着他稳定的心跳，很是安心。他不知道为何他会一再强调保护他，以及每天如此细心的照顾他。可这种被呵护着的安全感，让他无法不生出这种信任。说说看，你打算怎么卸？胸腔微微震动，陆清觉得玉明川笑了，抬头一看，昏暗的烛光下，玉明川一双美目星光熠熠，确实带着笑意在看着他，心跳陡然乱了。明日我想去祁连山南边看看有哪些石炭，找到之后呢，我可以教铁匠炼钢，打造些刀剑，也可以做些煤炉，这样冬天取暖就不愁了。好，我陪你去。陆清觉得他的脸一定红得厉害，因为他浑身都热得不行。为了不让玉明川看见他的窘态，他又缩了下去，将脸埋在他的胸前。只是这混蛋的胸腔里不断震动，一定是在笑他。
我太心急了，忘了雪会盖着很多地表的，这样就很难找到了。明天雪会化，我见过石炭，化雪的时候会顺着雪石往下流，未必就难找。你在哪里见到过？就在这附近。现在天气还不够冷，雪存不了多久，明日午时再看。说着，玉明川搂紧了陆青，闭上了双目。陆青开心的不行，在玉明川怀里拱了拱，寻了个舒服的姿势，抱着他的腰睡着了。第二天，陆青是被太阳给照醒的。雪开始化了。哎呀，快点起来了！不过玉明川还是按住他，把他头发重新梳理了一遍，扎成了马尾。匆匆吃了点干粮，一帮人开始四处寻找石炭的踪迹。诚如玉明川所言，午时太阳强烈的时候，他们找到了第一处石炭，地表的煤炭碎屑随着雪水在往低处流淌，将雪染得一片乌黑。陆青让人用榔头挖挖看，刨了几下，就见下面的煤炭光滑晶亮，质地很不错。陆青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随后一帮人再接再厉，又找到了不少露天的煤炭，看情况够他们挖一阵子了。洗漱完毕，陆青打开门，就看见一个高高瘦瘦、面目俊秀的小伙子，正捂着嘴打算再咳一声。费劳啊你！少夫人，您不带这样诅咒小的吧？这个声音，陆青想起来了，就是那晚冒雪回来的霍金。没想到刮了胡子还挺俊的一个小子嘛，当然是远远不能和自家的妖孽比的。你在这里干什么？少将军不是交代属下要保护夫人吗？陆青想起来了，那晚玉明川确实说过要这小子保护他，可这家伙一看就没有方敬明沉稳，能行吗？平时少说话，出了这个门呢，就不要再叫我夫人了。这些事情你们都尉都有交代过吧？霍金连忙点头，让少说话就少说话，如果不听少夫人的话，估计那群家伙会让他屁股开花。他没见过陆青施展那些奇怪的本事，只是听方敬明和其他兄弟说了说，他都好奇死了。现在跟在他身边了，总有机会的吧。玉明川琢磨了一阵，把在门外的霍金叫了进来，问他认不认识这种铁匠。少将军，其实薛家有不少这种铁匠，他们家上午边技坊比咱们小翻盘镇还大，光铁匠就有几十个。您只要写封信给薛君侯，他不会吝啬2个铁匠的吧？玉明川点头，这个时期也就薛燕能把人送过来。你在担心粮食的事情吗？那些人是想打玉门关吗？为何一直在外面狩猎你们啊？这句话问完，就见玉明川眉头皱了一下，狩猎这个词用的还真准确。那些人不足为患，只盼这半个月再下一场雪最好。陆青的眸子突然一亮，玉明川盼下雪，那就是他们要出门，又有大买卖了。你是不是在猜我的计划，而且猜到了点什么？我猜啊，你要偷袭东皇，抢他们粮食。玉明川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诧异，小丫头居然一下就猜出了他的计划，他哪里露出这个意图了吗？我也要去。此行危险，如果我说我能兵不血刃的拿走他们的粮食，你让不让我去啊？哦，我能做出在雪上也能燃烧的火焰，只要他们在大营周围烧上一圈，保证不会跑出来一个的。磷火？不是啊，是真的可以烧掉一切的火焰，在水上也可以烧的。玉明川定定地看向陆青，这丫头太猝不及防，她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她又是何方神圣、神仙、妖怪？哎呀，行不行啊？回答她的是一记深吻，陆青有些晕乎乎的。到那天要跟紧我，不许乱跑。你别怕，我不碰你了。玉明川已经放松成以往的模样，陆青放下了心，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窝在他怀里睡了。第二天，陆青没有睡懒觉，而是早早起来，拉着玉明川直奔南园湖东边的几个臭水坑。那里之所以臭，不是别的原因，而是那里有天然的石油，黑乎乎的一片飘在几个水坑里，没人愿意靠近那边。陆青还是挖茨菇的时候跑到那里，还被几个屯田兵阻止了，说那边的东西不能吃，
都被那种臭东西污了。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带是我国第一个油田所在地，这都是堪比黄金的石油啊！陆青兴高采烈，小心地指挥着亲兵把这2坛石油脑放前面院子里去，绝对不能沾一点火星。这些亲兵连夜又去了那些臭水坑，带回来10几桶原油，按陆青说的法子全部提炼了一回。到早上时，他们已经有了10几罐子石油脑。陆青一夜没合眼，生怕这些人哪里出岔子，一把火把都尉府烧了。好在玉明川的这些亲兵一个个很谨慎，不光运送时期做得悄无声息，就是连夜提炼石油脑也没有搞出什么动静。陆青给玉明川的提议是尽量不要杀敦煌的人，毕竟他们是在凉州张氏的眼皮子底下打劫，抢点东西还好，万一杀了他们的驻军，他们再派大军来剿玉门关，那可就太悲剧了。玉明川只是捏了捏他的耳朵，说他明白他的意思，然后又啃了他一口。这一口啃的可是光天化日，那些见识过的亲兵还好，霍金这种新人嘴巴张的都能吞鸭蛋了。感受到陆青火热的目光，玉明川笑得灿烂无比。没想到夫人居然喜欢干这种事，今后只要有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一定叫上夫人。哪有见不得人啊，明明是他们张氏作恶在先，咱们守着玉门关，防着西域胡人，他们倒好，居然截断咱们的补给，他们才是见不得人呢。玉明川笑容更大了，咱们这个词儿用得好，小丫头终于把这里当成家了。只是一个小丫头把边关当成家，也是可悲。说得好，那咱们今夜就去偷袭，抢光他们。说着，玉明川一把将陆青捞进怀里。玉明川，你别闹！亲兵都在门口等着，陆青的脸红得厉害。帮我暖暖。等天色完全暗下来，他们出发时，陆青脸上的热气还没退下去，直到在马上奔驰了一阵之后，才感觉到血液中的冷意。雪下得非常大，视野有限，他们的马也不敢跑太快。约摸到了3更，他们才到了敦煌城下。玉明川，他们居然连城墙都没有吗？缩在玉明川怀里的陆青有些诧异地看着敦煌城，城边只是有些象征性的黄土夯成的土墙，不过1人高，能防个鬼呀！此地并非军事重地，平时也多是一些商户活动，流动很大，用不着守。救火！救火！在营地中来回奔跑。君主无眼哟，逼死忠良，天火降世哟，烧不义之人，咿呀咿子哟。无数敦煌守军在这一刻吓尿了裤子，他们确实是不义之师。玉门关阳关将士一直守着2处关塞，护卫中原，他们却绝了人家的粮草。现在好了，天火要烧死他们了。不知什么时候，无数人跪在了雪地里，一声声闷哼，都在向天火磕头。装神弄鬼这一招还是霍金那小子临时起，觉得不能便宜了这帮龟孙子，要下就下个彻底，就不信这天火治不住这帮鸟人。救救我，我的命可以给你。舞女动了动手指，指向不远处的一个脏兮兮的东西。陆青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把弓，小巧精致，就是太脏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弄成那样的。我对你的弓没有兴趣。救了我，我的弓就是你的了。陆青以为他没听清楚，刚想重复一遍不要他的弓。你出面救他，对你有好处。看着玉明川眸中亮闪闪的光芒，一副捡到宝的模样，陆青狐疑的点点头。好吧，你跟我走。陆青把一边的小弓捡起来，发现有些沉，仔细看了看，这弓的质地非常奇怪，竟然很像银的，不过应该是某种合金。我的主人，我薄姬太，我的弓，我的命，都是你的了。
何仓城又送来3大车粮食，1车杂货，上面还有1桶葡萄酿。这都是从玉门关拉来的，等你们不够吃时，过去说一声就好。玉门关对我等如此，我等不能不知恩图报啊！各位，您看那些寡妇要不要送回去啊？一提起寡妇，王坚心中就升起无穷的怒气。他虽然是个纨绔，却也不是太混。他看上了王强，却没有碰他，只因那一张张官聘上写得清楚，这些寡妇娶了都是要做正妻的。他身为太原王氏的3房嫡公子，怎么也不可能娶个村妇，还是个寡妇做正妻的。再加上王强姓王，同姓不通婚，这可是家规。思索半天之后，王坚还是点头同意了。陆青很是纳闷地看向阳关那群人，这什么意思？王坚脸色非常难看，走向玉明川的脚步却挺坚定的。玉明川，多谢你给阳关送粮，这些寡妇阳关将士一个也没碰过，现在送还你们。说送你们了就送你们，如果养不起了，我们可以继续供粮，带回去吧。这话太打脸了，王坚的脸色当场就绿了。你到底用什么跟胡人换到的粮食啊？你玉家早已倾覆，薛燕不可能有这么大手笔，薛家也不会允许他这么干。你猜？玉明川笑容变大了，不再理会王坚，而是走向兴高采烈的陆青。王坚脸色又难看了几分。玉明川对这些寡妇明显一丝兴趣都没有。最近听说他在宠幸他的那个亲兵，吃住都在一起，形影不离。这号龙阳的人说话也这么阴阳怪气。玉明川，那些盐居然可以换这么多东西啊！都说玉门都尉号龙阳，可那陆青明明就是个女人，为何他还是那么宠爱她？玉都尉，小女子近日在阳关，茶不思饭不想，一心忧心着玉门将士。您看，能不能让小女子回玉门关来，以后起了小女子的相思之意呀？陆青好像没听到这话一般，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条毛毯上的蓝天白云图案，那团白云真像一只兔子。王都尉，管好你的人。丢下这句话，玉明川脚步很大的拉着陆青就走远了。王坚咬牙切齿，他不碰这个女人是对的，碰了才是惹一身骚。见王强一脸委屈的在拢领口，王坚就有揍人的冲动。当初他就是被那道沟给迷了眼，将一群寡妇拉到了阳关，现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滚回大车上去！一声低吼把王强吓了一跳，马上对王坚做了一个渲然欲泣的表情，惹得王坚几欲作呕。王坚可是见识多了高门贵女，他们做出这种模样还算楚楚可怜，可王强这个荡妇做出来却让人倒胃口的不行。那个王强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哦，夫人眼中为夫是天鹅？天鹅比你都差了几分呢。那夫人想不想吃？魅惑无比的语调，鲜艳红润的双唇，陆青控制不住地吞了口口水。看来夫人真的饿了。他越来越受不了玉明川的聊骚了，太要命了。很明显，玉明川对他也越来越不像宠物了。爱情之时，他能感觉到他的忍忍，这下去擦枪走火是早晚的事。他该怎么跟他说，再晚2年生孩子比较好？味道像布丁。抓起床头上的狐裙，陆青匆匆地披上。这屋里这么呆，他得出去透透气。看着陆青慌里慌张的小脸，玉明川笑意更甚。小丫头越来越有意思了。不过布丁是什么？夫人，过几日我带你去打猎。陆青愣了愣，盯着他看得这么火热，还以为他在想那种事儿，居然是要带他去打猎。去
哪儿打猎啊？关外。你要狩猎于田人？娶妻如此，夫复何求？听到这话，陆青得意了起来，说的没错，谁娶到老子，那绝对是祖坟冒青烟了。说说看，你怎么猜到的？玉明川又坐到陆青旁边，把他抓到了怀里。陆青也不客气，就在他怀里寻了个舒服的姿势窝了进去。咱们的盐能换这么多东西，跟内地换不了，那就只能去关外换了。关外现在到处都是你说的野狗，自然是先灭了他们，为即将到来的繁华贸易扫清障碍。小丫头太聪明，夜袭敦煌这事儿她已经谋划了2个多月，一直没有更好的法子。无论如何都会和敦煌守军发生冲突，只是他不得不做，却没想到他得到了他只用了几十罐子火油，就兵不血刃地拿到了敦煌的粮食，甚至还吓走了敦煌守军。夫人说的全对，让为夫好好的犒赏你一下吧。这一夜，陆青睡得很香，脸上的红云却一直也没下去，只因他的梦里全是玉明川，各种各样的玉明川，好的、坏的、霸道的、温柔的，每一个都让他羞得想钻地下去。而玉明川则久久没能入睡，大部分时间都是盯着自己的2根手指发呆。撩拨他的目的达到了，可为何最终难受的却是他呢？主人无需担心，方队帅照顾得很好，我现在已经痊愈了。陆青不由自主的就看向这一身皮甲下的身体，太完美了。不知道方继明那个石头脸在照顾薄基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薄基泰，你有什么事要说吗？主人，能不能让我和你们一起去杀于田人？我一定会比其他人杀得更多的，求你。说着，薄基泰又把头低了下去，身体也浮得更低。他们要去关外也不是什么机密的事情。无姓之人最看重的就是他们的弓，他的弓属于你了，他就会一直对你忠心，除非你将那把弓折断。你现在给他机会报仇，他只会更感激你，今后对你更忠心。第2天出发的时候，他们一队20多人，带着最精良的武器，穿着最好的皮甲，骑着跑得最快的马，向茫茫荒野中进发了。这次的计划是3天，先剿灭附近的，再去更远的地方。不过出发没多久，他们就遇到了另一队人马。王坚穿着一身明光铠，压得身下的马哼哼的，带着几十人就这样浩浩荡荡的过来了。玉明川，我们阳关不能白吃你的，这次剿灭于田狗，算我们一份。既然你们想加入，也算多了一份战力。以敦煌以西为界，你们去南，我们在北，比比看吧。一言为定。王坚大笑3声，打马就带人往南边去了。看着王坚跑远了，玉明川勾勾嘴角，把怀里的陆青紧了紧，带人向北疾驰而去。